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另一届震撼的消息，人类的牙齿真的有可能再生，难以置信吗？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育说，人一生只有2套牙齿，乳牙掉了会长出恒牙，但恒牙如果掉了就不会再自己长回来，蛀牙了也只能补，不可能自动愈合。失去牙齿更是永久的损失，只能仰赖假牙或植牙来填补。然而最新的研究正颠覆这个常识，如果牙齿能够重新长出新牙，那补牙和植牙是否即将被淘汰？这听起来仿佛科幻小说，但科学正一步步将其变为现实。让我们从头说起，人类为什么不能像鲨鱼那样不断长出新牙呢？大自然中某些动物，例如鲨鱼，一生中可以长出上千颗牙齿，掉了马上有新的补上。鳄鱼也能不断换牙，终身享有牙齿再生的能力。然而人类作为哺乳动物，只拥有2副牙齿，乳牙和恒牙。进化的结果让我们把牙齿数量固定下来，以换取更高效的咬合能力和恒定的牙列结构。一旦恒牙长成，身体似乎就关闭了再生牙齿的开关。过去如果有人牙齿蛀坏了，我们只能请牙医钻开牙洞，清除蛀掉的部分，再用人造材料补上。如果整颗牙齿不幸缺失，那就只能装义齿，也就是假牙，或者接受植牙手术，把人工牙根种进骨头里，再安装假牙冠。长久以来，牙医学的治疗手段都是修修补补或人工替换，而非让你的身体重新长出一颗真牙。但牙齿再生这个念头，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科学家们一直在思考，既然我们在幼年时期能从乳牙换成恒牙，是否意味着体内保留着某种再生潜能？会不会其实还藏着第3副牙齿的蓝图，只是被某种机制压制了？为了揭开这个谜团，世界各地的研究陆续展开。我们来看看这一路走来的重要突破。2007年，台湾的科学家就曾经取得令人振奋的成果。台大的一个研究团队运用牙齿自体细胞再生技术，成功让实验用的迷你猪长出新牙。他们从小猪口中取出牙胚细胞，在实验室培养增殖之后，再将这些细胞载种到特殊的支架上，植回小猪的牙槽骨中。几周过去，小猪的牙床上竟长出了一颗新的牙齿，而且大小形态和小猪原本的牙齿相仿，还具有牙本质、牙髓、牙骨质和牙周膜等完整结构，就像真正的牙根一样牢固。这项实验证明，利用干细胞和组织工程，有可能培育出完整的生物牙齿。当时这项成果轰动一时，让人第一次看到牙齿再生的希望。随后的10多年里，世界各地不断传出牙齿再生技术的捷报。英国的科学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修复蛀牙。他们发现，一种原本用于治疗神经退化疾病的药物 Tideclusive 居然能刺激牙齿自行长出新的牙本质。在实验中，研究团队将浸满该药物的微小胶原蛋白海绵放入实验鼠牙齿的蛀洞中。令人惊喜的是，6周后，老鼠蛀牙洞的缺损部位长出了新的牙本质，把洞填满了。那块药物海绵则逐渐生物分解，最后完全消失，留下结实的牙齿结构。相比传统补牙用的人造填料，这种方法让牙齿用自身材料完成修复，不但免除填料长期留在牙内可能带来的感染或脱落风险，也等于让牙齿自愈了一次。参与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保罗·夏普打趣地说，补牙本身没有不好，但如果牙齿能自己修复，那当然更好啊。再看看美国的进展，哥伦比亚大学的牙科教授杰里米·毛则专注于如何在成人口内重新培育整颗牙齿。他采用的方法是把含有生长因子的3维支架植入缺牙的位置，并利用干细胞的力量再生牙齿。短短9周内，他报告称新的牙胚就在支架上生长，逐渐发育成牙齿的雏形。这项研究显示，在适当的引导下，人体自身的干细胞可以在口腔中重建牙齿的结构。换句话说，我们或许不用在培养皿里种牙，再植入嘴巴，直接在口腔内就地种牙也是可行的。想象一下，未来牙医在你缺牙的齿槽里放入一个特殊生物支架，加上一点魔法药水，也就是生长因子，几个月后竟然长出一颗新牙，
这几乎就像科幻电影变成现实。以上这些零散的突破都指向一个方向，牙齿再生不再只是天方夜谭。然而，要说真正让牙齿再生这个话题变成头条新闻的，还要数最近来自日本的研究。202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高桥克博士领导的团队公布了一项轰动性的成果，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唤醒人体沉睡牙齿胚胎的药物。简单来说，他们研发代号为 TRG035 的抗 USAGE 抗体，瞄准了一个叫做 USAGE 的蛋白。这个 USAGE 蛋白平常就像是在人体内拉起了牙齿发育的手刹车。在人类的发育过程中， USAGE 一会抑制骨形态发生蛋白等关键生长讯号，确保我们不会无限制地长出第3副、第4副牙齿。有研究推测，人类在胚胎时期其实还残留着一条第3齿胚带，也就是第3副牙齿的胚胎雏形，只是正常情况下它不会发育成牙齿，被演化所关闭了。高桥博士的点子是，如果有办法松开这道刹车，是不是就能让原本不会长的牙齿再次生长呢？于是他们制造出这种抗体药物，透过静脉注射将其送入动物体内，观察会发生什么事。结果令所有人震惊，在基因工程小鼠身上，这个抗体成功让先天缺牙的小鼠长出了原本缺失的牙齿。也就是说，那些因遗传缺陷而没有长出的牙，居然在注射药物后起死回生般的冒了出来。而更进一步，团队选择了跟人类牙齿替换模式相似的雪貂来试验。雪貂跟我们人类一样，一生只有乳牙和恒牙2副牙齿，不会自然长出第3副。当研究人员给雪貂注射抗体后，奇迹出现了，雪貂的口中长出了一颗全新的门牙。这颗额外长出的牙形态正常，大小也接近雪貂原本的恒牙，科学家把它称作第3副牙齿。这是史无前例的发现，首次在哺乳动物身上诱导出了第3副牙，强有力的证明哺乳类确实还藏有牙齿再生的潜能，只是一直沉睡未被启动。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如果这在雪貂身上能做到，那在人类身上呢？人类真的也能长出第3副牙齿吗？日本团队显然对此充满信心，他们迅速将这项成果推向临床应用的道路。2024年，由京都大学衍生的新创公司 Tourogen Biopharma 展开了人体临床试验。第一阶段试验的对象是30岁到60多岁，至少缺少一颗臼齿的成年人，目的主要是确认药物注射的安全性和耐受性。毕竟这是全球首例让人长牙的临床研究，安全第一是绝对必要的步骤。紧接着，他们计划在2025年之后进行第2阶段试验，把目光转向一群特殊的孩子，那些患有先天性少牙症的幼童。所谓先天性少牙症，就是出生后天生缺少4颗、6颗甚至更多恒牙的罕见遗传疾病。对这些孩子来说，换牙时期就面临恒牙缺席的困境，只能佩戴儿童假牙，一直撑到成年再想办法植牙，非常可怜。而科学家推测，这些孩子牙床里的牙胚其实是存在但发育停滞的，就像一些种子埋在土里但没有发芽。抗 USAGE 抗体疗法正是要给这些种子浇水施肥，让它们发芽长成牙齿。如果第2阶段试验证实在这些孩子身上可以安全有效地长出恒牙，那将是牙科医学的一大福音。当然，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成年人的牙齿再生。研究团队的长远目标就是将这种疗法推广到一般因蛀牙、牙周病或外伤而掉牙的成年人，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缺牙患者。然而，要实现这一点挑战重重。首先，成年人是否还保有潜在的牙胚？科学家推论，我们每个人也许在体内都残留着一点点第3副牙的组织，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些组织是否依然存在，依然有活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即使有，位置也必须正好位于缺牙的地方才有用。其次，成年人的牙床环境和孩子不同，拔牙之后，牙槽骨可能萎缩，局部组织老化，新的牙齿能不能在这样的土壤里顺利长出来，也是未知数。这意味着成人牙再生的实现或许还需要解决配套问题，例如如何为新牙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甚至可能要辅以骨再生技术。即便如此，
这个前景仍让无数人充满希望。按照 Toragen Biopharma 公布的计划，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希望在2030年前后让这款生牙药正式上市。换句话说，再过不到10年，我们可能真的会迎来人类史上第一个能让牙齿再生的药物。想想看，那将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时刻。牙医拿出的不再是钻头和假牙，而是一支小小的针剂，轻轻一针下去，几个月后，你的缺牙处竟长出一颗全新的真牙，这绝对称得上是医学奇迹了。你不妨闭上眼睛，想象这样的未来场景。你走进牙科诊所，看见牙医拿着针筒而不是牙钻，他温和地对你说，放轻松，很快就好。你甚至还来不及紧张，针头已经在你手臂上轻轻一刺。原来注射药物比你想的简单太多。做完后，医生笑着嘱咐，回家耐心等几个月吧，新牙长出来后记得回来检查。整个过程没有电钻的轰鸣，没有磨牙的震动，更没有手术刀与缝线。或许半年后，你舌头触碰到缺牙处，竟感受到一颗牙尖正在萌出，那曾经空荡荡的齿槽又被硬物填满。你回到诊所拍片确认，新牙胚正茁壮地长成牙冠，最终它完全长好，排列整齐，几乎看不出和原本的牙齿有任何区别，因为它本来就是你的牙齿。这不是魔法，而是科学带来的新现实。然而，面对这项突破性的技术，许多人心中也冒出了一连串疑问。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像鲨鱼一样，掉牙就不停长新牙？如果牙齿能再生，那牙医岂不是要失业了？既然可以长新牙，那植牙、假牙是不是马上要退场了？这些问题很尖锐，也很现实。我们不妨一一来分析，厘清事实与迷思。首先，人类不会因此变成鲨鱼。正如刚才所解释的，抗 USAGE 疗法的原理是激活你体内本来就存在的潜在牙胚。简单说，它只能唤醒沉睡的牙种子，而不是凭空造出新的牙种子。如果那个位置本来就没有牙胚，换句话说，根本没有可以发芽的种子，那么打再多药也是长不出牙的。此外，每一颗潜在牙胚在被唤醒长出牙齿之后，再生潜能就用尽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种疗法可以反复在同一位置让牙齿一再重生，更不可能无限次的长牙。所以不要以为以后拔牙像拔头发一样还能不断长出新牙，我们顶多争取到第3副牙，但不会进化出第4副。把这个疗法想成是用掉存折里最后一次储蓄的机会，或许更贴切，用了就没了，不会无限循环。再来，牙医不会因此失业，反而可能更忙。更重要，试想，如果真的长出一颗新牙，是不是还需要定期检查和保养呢？答案是肯定的。再生出来的是真牙，就和你的其他牙齿没有两样，该有的问题一个不少，它还是可能蛀牙，还是可能得到牙周病。所以定期洗牙、检查、保健这些一样不能少。而牙医在这其中仍旧是重要的守护者。未来牙医还多了几项新任务。首先，判断患者是否具备牙齿再生的潜能。牙医可以透过 X 光或 3D 扫描检查，看看缺牙的位置下方是否藏着潜在的牙胚组织。如果有这颗种子存在，再生疗法才有用武之地。其次，在牙齿再生的过程中进行监测和引导。假如新牙萌出的方向或位置不理想，牙医需要及时干预，或许用矫正的方式帮助它长到正确的位置，确保新牙最终能整齐地融入原本的齿列。最后，当新牙长成后，牙医要为它做后续的维护，例如检查新生牙的表面结构是否健全，有没有发育上的瑕疵，并且纳入日常牙科护理计划，保证这颗新牙和其他牙齿一样健康地使用下去。可以预见，未来的牙医将从传统的修补匠变成生物工程师，他们不仅要补牙、做假牙，还要懂得如何帮助你的身体长出牙，照顾好新牙。这听起来是不是更酷了呢？所以别担心，牙医不但不会被淘汰，反而角色更加升级。那么，植牙和假牙真的会被新技术淘汰吗？未来或许有这个可能性，但在可见的将来，它们仍然会和牙齿再生疗法并存相当长一段时间。新技术出现往往不是取代旧技术，而是增加一种选择，对不同患者
不同情况，3种方案各有优劣，患者和牙医将有更多讨论空间。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比较再生牙和传统植牙、假牙。第一，成本与普及性。一开始，这种生物再生疗法的费用恐怕不会便宜。据透露，日本团队希望将药价定在约150万日元上下，折合美元大约9000多元。虽说如果能纳入健保，患者负担可能减轻，但初期来看，让一颗牙自己长出来的价格可能还是高于装一颗传统假牙或做植牙。反观植牙技术，经过多年发展，价格相对稳定，假牙则有从昂贵到平价的各种选择，所以在短期内，经济因素上传统方案仍有优势。当然，随着未来技术成熟，规模扩大，成本降低，再生牙未必一直这么昂贵，但那可能是更往后的事情了。第二，治疗所需时间。植牙手术通常几个月内就能完成，拔牙后植入人工牙根，等待骨头愈合几个月，再接上牙冠，整个过程可能6个月左右就结束。如果是传统活动，假牙更是可以在拔牙后很快戴上临时假牙来用，而让身体长出一颗新牙则得按部就班地来，你得等牙胚慢慢长大萌出。这过程需要多长呢？以一般恒牙发育而言，从牙胚开始发育到萌出可能需要数月到1年以上，而且成人的生长速率可能比孩童更慢。换言之，再生牙疗法在速度上不见得能比植牙快。对急于恢复咀嚼功能或美观的人而言，传统植牙可能仍是更快速的解决方案。第三，适用条件。再生牙并非对所有情况都适用，它要求患者本身要有可用的潜在牙胚，以及一个相对健康的牙槽环境。如果某人长期缺牙，导致该处骨质严重流失，或者因外伤手术使局部组织条件很差，即便给予药物也难以让牙胚存活长大。在这种情况下，植牙反而更可行，因为植牙可以透过补骨植入人工牙根来建立一个新基础。而牙齿再生疗法目前还无法解决缺骨的问题，它需要有一个足够的温床让牙齿生长。另外，年纪很大的患者，如果潜在牙胚已经退化甚至消失，或身体状况不允许牙齿慢慢长出，那么再生疗法可能也帮不上忙。对他们而言，活动假牙或植牙仍然是实际且可靠的选择。第四，效果的可预测性。经过数十年的改良，传统植牙的成功率非常高，医生可以精准控制植体的位置与角度，最终装上的牙冠形态也可以完全按照理想设计，所以植牙的咬合效果、外观、美观度都是在预料之中的。而新兴的牙齿再生呢，目前还处在临床试验阶段，我们对它的可预测性了解有限。也许有的人打了针能长出很工整的一颗新牙，但也可能有人长出的牙位置稍有偏差，或形态不完美，需要后续的矫正或修行。就像小朋友换牙，有的人长得笔直，有的人会龅牙，需要矫正。这些变数在再生疗法刚开始推广时恐怕难以完全掌控，在大规模数据累积之前，它的结果仍有一定未知性。因此，在追求稳妥和精准可控方面，植牙暂时还是更胜一筹。综上所述，牙齿再生技术绝对是革命性的，但它并不会立刻让植牙和假牙退出历史舞台。更可能的情况是，它作为第三种方案加入牙科治疗的工具箱。未来当你缺牙时，可以和牙医讨论，要不要试试让自己长一颗新牙。牙医会评估你的身体条件、预算考量、时间要求，然后和你一起决定最适合的疗法。例如，年轻且先天缺牙的患者，也许最适合再生疗法，因为自己长出的牙毫无异物感，能陪伴一生。而一位80岁高龄且骨质状况不佳的长者，可能继续用假牙会比期待身体长新牙来得实际。总之，选项更多元总是好事，治疗也将更加量身定制。顺带一提，我们平常拔掉不留恋的智齿，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再生潜能。智齿俗称智慧牙，很多人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会拔除它们。过去智齿只被当作多余的麻烦牙拔掉丢掉，但现代科学发现，智齿的牙髓中富含年轻而强大的干细胞，
可以分化再生多种组织。现在全球已有许多研究在探讨如何利用智齿干细胞来再生牙髓、牙本质、牙周组织，甚至运用在神经修复等领域。未来，如果你有保存智齿的条件，说不定这些被拔掉的牙会成为你身体维修的备用零件。也许有一天，牙科诊所会提供智齿干细胞储存服务，把你的智齿变成日后再生医学的资源，让你在需要时用自己的细胞来治疗自己的牙齿，甚至其他器官。讲了这么多，不禁有人会问，这一切听起来太美好了，牙齿再生真的如此可信吗？会不会只是媒体炒作的噱头，甚至是某种商业骗局？毕竟过去也有些耸动的医学新闻，后来证明行不通或不如宣传。例如硅谷曾爆出 Theranos 的血滴验病骗局，让大众对医疗突破的宣传多了一份警惕。对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目前来看，牙齿再生的研究基础相当扎实可靠。首先，日本京都大学高桥博士团队的论文发表在权威的国际科学期刊 Science Advances 上，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数据透明可信。这意味着并非他们自己说有效就有效，而是全世界其他领域的专家也审核过，认为这项研究方法科学，结果可信，才予以刊登。其次，负责推进临床应用的公司是由京都大学衍生的科研人员亲自参与其中，并遵循药物开发的正规管道来进行各项试验。他们并没有大肆对大众宣称包治百病或绕过监管直接卖产品，而是一步步按规定向日本厚生劳动省申请试验。2025年9月，日本政府还特别将这个抗体药物指定为治疗先天少牙症的孤儿药。所谓孤儿药，是针对罕见疾病的重点新药，能获得一些政策支持，这等于官方背书了它的科学潜力。如果没有相当把握，政府不会轻易给出这样的认定。再看公司本身的策略，他们并不是上来就声称要让全人类都长新牙，而是很务实的先锁定小众的先天缺牙患者。这类情况本身属于罕见疾病，在较小规模人群中证明效果和安全后，再逐步扩大应用范围。这种先利基市场后大众市场的步骤，是生技产业常见且稳健的风险管理方式，和那些张嘴就吹嘘颠覆世界的骗局截然不同。当然，这项技术未来仍有不确定性，它可能在人体试验中发现预料之外的副作用，或者实际效果没有动物实验那样理想，这都是科学探索中常见的风险。但风险不等于欺诈，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牙齿再生疗法是一项基于严谨科学的创新突破，但仍需经历临床验证的考验。它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真实的希望。同时，它也不是100%稳操胜券的魔法，还需要时间证明。无论如何，牙科医学正迎来从机械修复到生物再生的范式转移，这在10年前几乎不可想象。那时牙医的标配还是钻机、补缀材料、人工植体，而10年后，牙医的工具箱里可能会多出一支注射器，里面装着能让牙齿重生的神奇药物。对于全世界数以亿计受蛀牙和缺牙困扰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值得期待的福音。想象将来有一天蛀牙了，不用补牙医，塞进去一块蘸了药的海绵，牙洞自己长合；掉牙了，不用植，打一针让你的牙床再长出一颗新牙，那将是多么美妙的未来图景。但是在等待未来到来之前，该怎么做呢？答案是，该刷牙还是要刷牙。千万别因为听了这个消息就对牙齿保健掉以轻心。再厉害的技术也比不上我们好好保护原生牙齿来得实际。至少在目前这几年里，蛀牙了还是要补，牙周病要治疗，缺牙了该装牙还是得装。牙齿再生疗法即便顺利上市，也是首先造福那些真的没有牙可以用的人。而且即使将来你可以长出第3副牙，也请记住，那大概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可没有第4副牙再帮你续命哦。所以该爱惜的还是要爱惜。总而言之，牙齿能再生已经从科幻迈入现实。补牙、植牙会不会全面淘汰？或许有一天会，但不是瞬间发生，而是随着科技演进慢慢转变。我们正站在牙科医学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缺牙未必意味着永远的缺憾。
我们有望用自己的身体找回失去的部分。当第一批幸运儿真的长出新牙，将证明人类战胜了自身演化的限制。未来几十年，牙医们可能会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如何诱导身体再生上，而不是钻孔补缀上。这场牙科革命的大幕已经拉开，让我们拭目以待。也许再过不久，当你或你身边的人不小心掉了牙，大家不再惊慌失措，而是会平静地说，没关系，去让牙医帮你把新牙种出来吧。那将会是多么不可思议又理所当然的时代啊！